好，接下来特别关心在稀土战哦，习近平这一次出手来做反制了。稀土啊，针对美国是说会开放，但是是假的吗？因为呢，另外他还有一个杀招，就是透过他的这个 VEU 的这个封锁反制。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看，从经济战打到整个军备链，不只是美军会受到影响，包括了整个北约国家在军事发展上面都会被掐住咽喉。另外一头，川普则是找上了中亚5国，希望一起来做稀土，能够避开中国大陆对于稀土的垄断吗？今天我们就这些议题一起做关心。今天的3个火线话题，赶快来看到哦。来看到的是稀土啊，习近平是终于开放了，但是现在有一个说法说，会不会只是针对川普做了一些表面而已，背后他有更强的反制呢？因为啊，现在最新寄出的政策是，只要凡是跟美军啊你的任何企业有挂钩，那么稀土就会全面做封杀，不会卖给你们。这是他的经济战打到科技战的重要关键一步吗？再来还要关心的是，稀土很重要，它可以用来做 F-35啊、无人机啊、跟飞弹等等。如果中国严控他们的这个稀土的话，不只是美国的军工被掐住咽喉，北约的补给军备都可能因此瘫痪吗？最后来看到是川普这一次赶快拉拢中亚5国，要来救不被中国的稀土垄断，能够做得到吗？今天也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这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11月10号、11号这一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虽然是说，我们有开放稀土出口了，但是他计划寄出一个英文叫 VEU 哦，那么它的这个中文就是验证后最终用途的机制，什么意思呢？就是对美国的军方，只要你有跟这个军方联系的公司，你都会被排除在我们的稀土可以出口的这个范围之内。这一招啊，其实也不是自创的，其实也是学美国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早在2007年就对中国用出一模一样的出口管制，等于说中国这次是算是加倍奉还给美国。所以节目一开始请教汉庭怎么看了中国这一次学习美国用的这一招，能够对美国带来多大的反制效果？习近平主席一方面兑现了对于川普的承诺会出口稀土，但另一方面在特殊领域上还是有所限制的，还能持续在稀土领域占有优势吗？这一招呢，其实就是双重用途、军民分开的管制。如果你是玩手机啊、玩电动车，那么我还加快审批作业给你；但如果呢，你是把稀土拿来做战机啊、做军用磁体，那么我就卡你。所以中国大陆的 VEU 的反制啊，对美国的反制效果来说，主要就是体现在切断军工的稀土供应，还有呢延缓它整体的技术。比如说呢，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军工业其实高度仰赖于中国大陆的稀土，不论呢是 F-35的战斗机啦，甚至呢是宙斯盾啊、驱逐舰啊等等的都需要。那么现在一旦卡住，第一当然是会让美方的库存大量的消耗，那而且也会导致美方的成本大幅提升，再来还有生产进度的延后落后。那如果卡住了之后呢，这也能够让美方的技术升级变得更加缓慢。因为包含是在新能源的领域当中，稀土磁体它本来就是电动汽车当中很重要的关键元件。那中国大陆的 VEU 机制就会限制了你新能源汽车在获得这个稀土当中，所以就可以延缓它的产能扩张。那另外包含在人工智慧的相关领域也是一样的，都会影响到美国 AI 的资料中心的建设。所以，对于这一些领域的延迟，就会削弱美国在第4次工业革命当中的技术优势，能够为中国大陆赢得追赶时间。所以，一方面我们单纯看到说，让你做不出来，而你做不出来，我就有时间可以好好发展，是双重功效。那么这一次呢，是在中美会谈之后所推出来的方法。一方面，他也兑现了承诺，为啥呢？我兑现承诺，你们民用的我一样是通过，而且还加快了审批，所以展现了善意。可是第二个呢，也保持了战略的底线。对于军工企业，它是一个排除的条款，这就是中国大陆对于自己国家安全的坚持。为啥呢？因为你美国也多次对我卡脖子嘛。所以我现在卡你也是刚好而已啊，因为你对中国大陆卡脖子的那些项目仍然没有完全开放，所以对于军用的相关稀土，中国大陆也没说完全禁止哦，而是什么？仍然保有一部分的审批原则，只不过当然这个速度可能就不会如民用的那么快。
所以这一种平衡术，它当然避免了中美关系的直接破裂，同时也为未来的谈判留下了一些回旋空间。如果你美方对于我们的一些芯片半导体呢，能够有一些加快或者能够开通，那么我军用的这一块或许也能够缩短审核的时间。所以这一招呢，当然是非常漂亮。好，中国大陆这次的稀土战是打得有策略、有节奏的那针对这个民用，只做民用的开放，在军用上面是加强审批，并且做更多更高层次的军用。专家这位是海牙战略研究中心分析师，他所做的分析，他认为说，所以未来呢，这个冲击的范围不会只是拖慢美国的发展，中国的最终目标不是只是拖慢美国的发展，还包括了欧洲国家可能会因此受到牵连，因为尤其现在很重要的是，欧洲正在重整它的军备计划，欧洲正在协助乌克兰作战等等。接下来立章君又怎么看中国的这一个稀土战？那另外就是中俄作为盟友，北京会不会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稀土的管制来间接打击北约？第一个我想说，今天有一个最新的一个消息哈，就是美国卖给印度3架的阿帕奇直升机来讲的话，当他从美国运到英国，准备再从英国转运到印度去的时候，这3架直升机突然没办法运输了哈，就回到美国本土去了。那我们合理怀疑哈，在中美之间这次的稀土战，会不会是这几架直升机因为稀土的这个锻炼哈，这个可能它的成分不够或者什么，造成这3架这个直升机没办法再做交付哦，这是我们合理怀疑的。那后续我觉得像这种事情可能会越来越多啊。是。第二个来讲的话，稀土对于军工业有多重要？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第一个，美国现在最先进的战机是 F-35战机哈，它每架战机要用的稀土量是414公斤，有这么多。那美国来讲的话，现在所谓 AUKUS 潜艇就是帮澳洲它要建潜艇。那前2天他也说要帮这个韩国建核动力潜艇，也是维吉尼亚级的攻击潜艇它这个海口都已经跨下去了。但是你建一艘潜艇来讲的话，要4400公斤的稀土。那试问一下，如果说这个时候中国对你军工产业管制这些稀土来讲的话，那你后续来讲，你 F-35战机你怎么生产得出来？那你潜舰，你答应这个澳洲要建的，你钱都已经收了，那这个也跟韩国这个夸下海口了。那后续会不会跟我们卖我们台湾 F-16V 一样这个供应链不足，造成就没有办法按时的供货？所以我认为这个稀土来讲的话，当然在这个整个军工产业占有它100%不可少的一个这种地位。可是，如果说是中国来讲的话，你说用 VEU 这种政策来管制，因为它是管制军用的，但是美国有一些公司是军民两用的公司，那你很难说是100%管得到。我举个例子，譬如说波音公司来讲的话，我们都认为它是做客机的公司，但是它也在做战机比如美国最新型的这个川普要发展的6代战机，目前就是由波音公司来得标嘛那像爱国者导弹也是波音公司来制造，那中间他们会不会偷天换日将这个转过去？我觉得可能你说要终端最后的检验，可能有它执行上的一些漏洞可是不管怎么样，那一定会减少这些量，一定会减少的。就是你不可能再说100%，我要这个1公斤就1公斤，我要4400公斤就4400公斤。所以量减少来讲的话，当然对军工产业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美国很致命的一件事情，其实美国最重要是它的军工产业，它在全世界从2次世界大战以后，它是全世界的军火库，到处在卖武器我们看到不管是这个导弹、飞机、潜舰、军舰，都是它在卖给各个国家。那当这个军工产业被中国卡住脖子之后，我相信对美国整体的经济会造成很大影响。就算是说我没有办法100%管制到你，但是你本来预计要建6艘的潜舰，到最后你可能只有1艘能够造成。当我们合理的怀疑，我们台湾来讲的话，这个我们已经付了钱。台湾最近这个大家在野党这个咨询的很严格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的F-16V 战机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交货？那是不是因为也是在稀土供应链上面出了问题，所以美国他们这个军火公司来讲的话，短时间做不出来？所以我认为说是美国后续来讲的话，它如果说整个中美两国如果说进入到这个武器的竞赛的状况之下，那中国现在来讲的话，不管是6代战机，我已经
不但已经这个研发出来，而且还飞给你看了哈。那美国来讲的话，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它6代战机哈，还只是传于在图纸的设计阶段。那甚至于美国所要发展的超高音速导弹，中国已经射了好几枚了，但是美国到现在为止，它超高音速导弹这个连试射都还没有试射。那如果说后续来讲，稀土这段再被卡住脖子来讲的话，我觉得对美国的军工产业会产生这个断崖式的打击。是好，我们看到这一回，所以大陆加强透过稀土来持续掐住美国跟北约的这些军工上的命脉。那川普看在眼里，当然是很担心了。这一回他赶快展开他的这个外交那么是为了抵挡北京，我们看到川普在6号，这是最新消息在白宫呢特别召开了这一场叫做 C5+1的峰会，邀请的就是我们画面上看到这张照片中亚5国的领袖齐聚一堂，签署协议，确保美国在关键矿产上面的这个供应链能够自给自足突破中国的垄断。那这些国家有哪一些？包括了有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曼、土库曼，还有乌兹别克等等。这中亚5国除了他们有丰富的稀土，带观众朋友也稍微了解一下，目前他们拥有哪些很重要的天然资源。其中哈萨克是铀产量世界第一，乌兹别克黄金的存量是最庞大的，土库曼也有丰富的天然资源。那么吉尔吉斯克也正在开发它的全新的矿藏，透过这样就能摆脱对于中国大陆的依赖吗？重点是这个精炼技术那接下来怎么办？干哥怎么看？这件事情你觉得里面有蹊跷，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 C5+1就是找了中亚这5个国家。其实这5个国家，我们台湾一定会觉得很陌生，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这5个国家真的是中亚矿场、矿物蕴藏非常丰富的一个区域塔吉克乌兹别克还有吉尔吉斯，像这些国家，老实讲一句，以前他们都有很多黄金、天然气等等。其实每一个国家各种矿物都有一点，看谁比较多而已。但是为什么会一直都只闻楼梯响，却不见人下来的原因，是因为说他们本身没有开发技术，还有他们没有资金，所以除了俄罗斯老大哥以外，大家几乎就没有办法去支应他们国内自己的矿产开发，那加上他们的那个政治也比较封闭一点，所以说这次川普他能够邀请到这5个国家都来，而且他们都来的时候还在白宫开完会以后共进晚餐呢。我觉得川普这次好像有很大的这个突破而且你在表面上看的话，你还会听到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他竟然讲一句什么，大家听听看，他说：“你是上天派来的伟大领袖与政治家。”那个就有点像神话川普的感觉，你知道吗？所以我一听我就想说，哎呦，这个好像是什么？这好像是什么政教赞美之词，你知道？乌兹别克总统也讲了，你是来自世界的总统，也就是说，你等于是世界的那个领袖的代言人的意思就对了。川普喜欢啊，你看每一个人都很溢美之词，川普就爱这一套，对。但是，请问一下，现在是你要投资我还是我要投资你啊？现在到底要搞清楚主从嘛，对不对？当然这些国家希望美国技术进来啊，可是你知道结果我们一看不是这样，你知道吗？乌兹别克他承诺3年内要投资美国350亿美金，很多包括什么？包括通讯技术因为乌兹别克本来就是他们，因为你知道吗？那整个国家你看电话很多地方打不通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那个5G 产品很落后嘛，所以要引进美国技术。然后呢，他还要因为他们是农业立国，所以农业的科技希望美国来帮忙最后一个就是航空了，因为腹地很大，这每个国家都很大，但是他们其实之间只是靠那个公路运输。那你现在你要请美国来帮忙，反而你要投资美国350亿，然后呢，未来10年要投资1000亿。这个根本就叫天方夜谭世界银行马上打脸，他说：“乌兹别克你2024年的时候，全国国民生产毛额 GDP 是多少吗？只有150亿美金。你怎么样投资人家350亿美金？那你是不是要借钱？对，这里面有我们看不见的那个，就是他们的 negotiate，就是
它跟这中亚这5国一定是有一些啊，就是大家的谅解跟什么条件交换。其实我跟你讲，我就是要你们这5个国家赶快去给我找稀土啦，然后找到稀土以后啊，赶快跟我们美国签约，只有我们美国有独家的开采权啊，这件事情根本行不通。为什么？因为就在中亚，中亚的稀土如果真的能够找到又提炼的话，还不是要交给中国来提炼？精炼技术中国第一，对不对？川普，你这个算盘打得太美了。如果今天乌兹别克或者是吉尔吉斯找到了稀土，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元素叫做 T 啊 ，T 这个元素是稀土里面非常重要的，也是战略元素。川普就是要找这个元素，如果找到，你要叫谁来提炼？你还不是要送去中国？对，你还不是到时候要跟中国谈条件？这些国家哪里有办法开采？不要说精炼，连开采的技术都没有。所以这次我们看到这个会议哈，这个就是说 C5+1看起来很成功，但是各怀鬼胎。到时候我跟你讲，这5个国家哈，我觉得可能会赔了夫人又折兵。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